如果你近期关注美股科技板块，一定会被一种主流观点反复灌输，那就是生成式 AI 正在彻底终结传统搜索引擎的生存空间。很多人笃定用户不再需要翻阅多条搜索结果，谷歌的核心业务会快速萎缩，这家老牌科技巨头的未来充满危机。不少投资者顺着这份担忧选择观望，甚至离场。可一个极具反差的事实摆在所有人面前，手握数千亿现金的巴菲特，偏偏在市场集体看衰谷歌的阶段，选择逆势大手笔重仓这家公司。绝大多数人只看到了表面的多空分歧，却没有深挖这一动作背后藏了几十年的价值投资逻辑。你如果仅仅跟着舆论的情绪做判断，很容易错过科技行业底层格局变化的真相。我们不用纠结短期股价的涨跌起伏，也不盲从市场流传的各类口号，今天就从商业模式、投资逻辑、财务数据3个维度层层拆解，带你搞懂 AI 到底是谷歌的灭顶之灾，还是一次全面的业态升级，同时把巴菲特经典的收费站思维讲透。这套逻辑在当下的 AI 时代依旧有着极强的参考意义。欢迎来到逻辑冷静，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商业模式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逻辑。熟悉巴菲特投资风格的朋友都清楚，这位深耕资本市场数十年的价值投资者向来偏爱手握大量现金静观其变，不会轻易为短期题材动心。当下他坐拥规模高达40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巨额现金代表着充足的耐心，等待市场出现定价错误，优质标的被低估的机会才会出手。按常理来说，在全市场都唱空一家科技企业的时候，最稳妥的选择就是继续观望。可巴菲特偏偏反其道而行，主动加码谷歌。我可以很明确地说，巴菲特从来不会因为短期热点、行业风口去布局一家公司，他每一次大额下注瞄准的都是能够穿越周期、具备不可替代性的长期生意，这也是普通投资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我们总盯着短期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却忽略了企业沉淀多年的核心壁垒。想要读懂这次投资，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巴菲特贯穿一生的核心投资理论，也就是业内常说的收费站逻辑。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会简单将其等同于行业垄断，这样片面的理解会让你在分析企业商业模式时不断出现偏差。所谓收费站逻辑，核心就包含2个缺一不可的关键点，第一是能够持续产生稳定收益，第二是用户几乎找不到低成本的替代选项。把这个概念放到现实场景中就很好理解，一条车流量巨大的主干道，如果没有第2条分流道路，那么道路上的收费站只要车流不停，收益就会源源不断，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收费站的基本盘都不会被动摇。我们不妨回溯巴菲特过往的经典投资案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88年重仓可口可乐，这也是解读收费站逻辑最好的范本。在当年的市场环境里，可口可乐并不是资本市场里涨幅最亮眼的标的，没有炫酷的新概念，也没有短期爆发的业绩故事，但它依靠全球几代消费者固化下来的消费习惯，搭建起了一座无形的商业收费站。人们日常休闲、朋友聚会、餐饮搭配，下意识就会选择这款饮品。这种根植于生活的使用习惯，远比刻意打造的技术壁垒更加牢固。你要明白，顶级的商业壁垒从来不是靠外力强行构建，而是靠亿万用户日复一日的行为选择慢慢筑牢。我们可以把商业生态里的企业分成3类，更直观地看懂不同商业模式的优劣。一类是负责修路的企业，道路会老化，会面临新道路的竞争，盈利始终伴随不确定风险。一类是运营运输工具的企业，要承担成本波动、客流变化、同行厮杀的多重压力。最后一类就是收费站的运营方，只需要守住核心入口，就能坐享持续收益。这也是巴菲特数10年如一日偏爱这类生意的根本原因：低风险、稳现金流、长生命周期。有一句话我一直很认同，短期行情靠热度，长期收益靠壁垒。不管是传统消费行业，还是如今火热的科技赛道，这条规律从来没有被打破过。把这套逻辑从消费行业平移到互联网科技领域，我们再来看谷歌，就能清晰看到它搭建起的多层收费站体系。首先是它赖以起家的全球第一搜索引擎，在整个互联网生态中，信息搜索是用户最基础、最刚性的需求。
不管是查询知识、寻找服务、比对资料，全球海量网民的第一选择都是谷歌搜索。很多投资者只盯着搜索广告带来的营收数字，却忽略了这个入口背后是数十亿用户常年养成的使用惯性。这份惯性就是谷歌第一道坚不可摧的护城河。除了搜索入口，谷歌手中还有第二张王牌，那就是安卓操作系统。作为全球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的移动操作系统，安卓搭载在数以10亿计的智能手机、智能终端设备上。用户从打开手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进入了谷歌的生态体系，系统、自带服务、应用分发渠道、底层功能服务，持续为企业输送流量与收益。这是扎根在移动设备底层的第二重收费站，单一竞品想要撼动整个系统生态，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单独拆分搜索业务或者安卓系统，或许还能看到竞争的可能性，但当两大板块深度绑定、互相导流之后，外部竞争者想要突围的难度会呈几何倍数上升。谷歌的第三大核心版图就是 YouTube 打造的全球顶级内容帝国，海量的内容创作者入驻，搭配覆盖全球的观看用户，形成了内容生产、传播、变现的完整闭环。平台广告、会员服务、商业联动等多种盈利模式并行，让 YouTube 成为谷歌又一个强劲的现金流来源。现在我们把搜索、安卓、YouTube 三大业务板块串联起来，就能看到一套完整的生态闭环。手机系统引导用户使用搜索服务，搜索结果会自然跳转至视频内容平台，而视频平台产生的海量内容又会反向补充搜索数据库。流量在谷歌内部不断循环流转，很少向外流失。在我看来，这是市场大众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误区。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把谷歌单纯定义为一家传统搜索公司，可实际上它早已转型为覆盖信息系统、内容的综合型流量枢纽，三层生态叠加形成的壁垒，远非普通互联网企业能够比拟。讲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直面当下整个行业最核心的冲突，也是市场看空谷歌的核心依据。AI 技术的崛起真的会彻底取代传统搜索吗？目前市场上流传最广的观点，也是绝大多数散户投资者深信不疑的逻辑，就是生成式 AI 可以直接根据用户需求给出完整答案。用户不再需要点击多条搜索链接，浏览繁杂的页面内容。行业内把这种现象称作零点击搜索。按照这个逻辑推演，搜索的跳转流量大幅减少，依附流量生存的广告业务必然受挫，谷歌的核心营收也就会迎来下滑。表面来看，这套推理环环相扣，几乎找不到漏洞，但如果你就此下定结论，就完全看错了 AI 与谷歌之间的真实关系。我始终认为 AI 从来都不是谷歌的终结者，而是帮助谷歌升级收费站模式的全新工具。我们可以做一个形象的对比，传统搜索就像是十字路口的引导员，负责把来往的车流分流到不同方向，流量最终会流向外部各个网站、平台。而全面接入 AI 技术之后的谷歌，直接把十字路口改造成了一座大型综合商场。用户产生的所有需求，从提问到获取答案、完成互动，全程都可以在这座商场内部完成，不需要再向外离开。目前行业统计的数据已经很明确，谷歌生态内部已经有70%左右的搜索行为演变成了零点击模式。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第一反应是焦虑，觉得搜索的价值在下降。可事实恰恰相反，70%流量被牢牢截留在自有生态内，意味着谷歌对用户的掌控力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也是很多投资者理解完全颠倒的地方。我们再回到收费站中进一步解读，传统搜索对应的是人工收费站，车辆需要停下完成缴费，继续通行，流程繁琐，流量也会随之向外分散。而 AI 技术的落地相当于把人工收费站升级成了全自动无人收费系统，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拦截流量的能力也变得更强。谷歌借助 AI 把原本会向外分流的流量全部留在自家生态当中，整个商业收费站的运行效率、防护壁垒同步升级，不仅没有被新技术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坚固。市场之所以会集体产生 AI 颠覆谷歌的错觉，根源在于所有人都只盯着搜索跳转量下降这一个单一指标。大家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评价一家互联网平台的价值，不能只看跳转流量、用户停留时长、互动深度、整体变现效率，这些综合指标才更有参考意义。单纯依靠单一指标判断行业趋势，是投资过程中非常典型的误区。
作为习惯用财报和现金流验证逻辑的人，我从不只停留在商业模式的分析上，一家企业的真实实力最终都会体现在财务数据当中。接下来，我们就结合具体的财务表现，看看谷歌真实的造血能力与估值水平。谷歌单季度的营收规模可以达到11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营收体量背后，是企业极其强悍的自由现金流创造能力。熟悉价值投资的人都知道，自由现金流是巴菲特评估企业的核心指标之一。稳定且充沛的自由现金流代表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研发拓展业务，抵御行业风险，不需要过度依赖外部融资输血。当下市场里有大量科技企业依靠概念和融资维持运转，而谷歌依靠主营业务持续造血，这两种经营模式有着天壤之别。看完营收和现金流，我们再聚焦估值维度，这也是判断标的是否具备布局价值的关键。现阶段谷歌的市盈率稳定在28倍左右，我们做一组横向对比就能发现问题。美股科技七巨头的平均市盈率远远高于谷歌，而代表美股大盘整体水平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平均估值则低于谷歌。简单来说，这家手握多层生态壁垒、现金流充沛、全球知名度顶尖的科技龙头，当下的估值反而处于整个市场的偏低区间，是名副其实的估值洼地。看到这里，相信你也会产生疑问：一家基本面扎实、行业地位稳固的龙头企业，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估值错位？答案其实很简单，整个资本市场都被 AI 取代搜索的负面情绪裹挟了。投资者过度放大了 AI 技术带来的短期行业变化风险，刻意忽略了谷歌早已完成 AI 融合、生态持续加固的客观现实。资本市场永远会出现情绪定价和真实企业价值相互偏离的时刻，热门题材被资金疯狂炒作，而被负面舆论包围的优质龙头被持续低估。这是价值投资者最乐于见到的市场状态，却也是普通投资者最容易恐慌抛售、错失机会的时刻。情绪可以影响短期股价走势，但永远改变不了企业长期的商业价值。这一点在任何市场、任何行业都适用。如果你习惯透过财报、现金流和商业模式去看懂科技大厂的真实走向，而不是被短期舆论和题材左右判断，不妨点个订阅。后续我会持续拆解美股头部科技企业的生态变化、AI 落地进度与估值逻辑，带你避开市场情绪制造的认知误区，专注挖掘产业背后的真实规律。梳理完谷歌的商业模式、AI 转型逻辑与财务估值之后，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中提炼出适用于当下 AI 赛道的实战思路。这也是这期内容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核心方法论。首先要学会区分两类完全不同的 AI 相关标的，一类是纯 AI 概念股，另一类是 AI 基础设施股，这也是当下市场里最容易踩坑的分界线。所谓 AI 概念股，大多只是靠着 AI 相关的宣传故事拉升股价，企业本身没有成熟的落地业务，技术无法转化为实际营收，现金流也得不到改善，本质就是资本短期炒作的载体。热衷于追逐热点的投资者往往会扎堆涌入这类概念股，等到概念热度退去，股价回落，亏损也就随之而来，这是 AI 赛道中最常见的投资陷阱。而 AI 基础设施股则完全是另一种形态，这类企业本身就拥有成熟的主营业务、海量的用户群体、稳定的现金流。AI 对于他们而言，只是赋能原有业务升级商业模式的工具，而非企业唯一的生存依托。谷歌就是 AI 基础设施股的典型代表，它并不是从零起步跨界做 AI， 而是把 AI 技术深度融入已有的搜索、移动系统、内容平台三大生态当中，用新技术强化原本就存在的壁垒。在这里，我分享一个简单有效的判断方法，区分一家企业是在讲故事还是在做实业务，核心就看 AI 技术能不能落地到日常运营中，能不能实实在在提升营收效率、用户留存率与整体利润。如果所有 AI 布局都只停留在发布会、宣传文稿当中，哪怕概念再华丽，也经不起市场和时间的检验。基于这个分类，我们也能梳理出清晰的避坑方向。在当前的 AI 产业格局之下，我们需要主动远离单纯的内容生产者、浅层应用开发类企业。这类领域入行门槛低，参与者数量庞大，同质化竞争异常激烈，很难打造出长期有效的商业壁垒。
反而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在掌握行业入口的企业身上，也就是把控流量入口底层操作系统基础设施的头部公司。流量入口就相当于商业世界里的主干道，所有下游应用、内容、服务最终都要依附主干道才能触达用户。很多人看到 AI 应用遍地开花，就觉得处处都是投资机会，却忽略了整个产业链的核心定价权永远牢牢掌握在入口端企业手中。这和巴菲特的收费站逻辑本质上一脉相承。长久观察资本市场之后，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在投资领域拉开的差距，从来都不是一时的运气，而是认知维度的高低。很多人每天盯着盘面涨跌，追逐热点概念，看到的只是表面的行情轮动，而当你沉下心拆解商业模式，分析企业壁垒，核对财务数据，看到的就是整个行业的演变脉络。华尔街非常擅长把复杂的产业变革压缩成一句简单直白的口号，比如 AI 颠覆传统科技巨头，这样的口号听起来顺理成章，也最容易煽动市场情绪。而我们做内容、做分析的初衷，就是撕开这些表层口号，去探究背后真实的业务变化、利益分配格局与企业长期价值。当你养成拆解底层逻辑的习惯，就再也不会被市场层出不穷的情绪和噱头牵着鼻子走。结合巴菲特的收费站逻辑，再搭配 AI 时代的产业特征，我也总结出3条具备通用性的观察原则，方便大家后续分析各类科技企业。第一条原则，优先关注具备不可替代壁垒的企业，也就是拥有收费站属性的标的。无论行业技术如何迭代，核心流量入口、用户习惯、生态体系都不会在短时间内被颠覆，这是企业穿越行业变革周期的根基。第二条原则，始终重视自由现金流的创造能力。短期的营收增速、题材热度都只是表象，稳定充沛的现金流才是一家企业抵御风险、持续发展的底气。第三条原则，理性区分技术概念与实体落地。新技术永远是服务业务的工具，而非颠覆一切的神话。判断技术的价值，一定要结合实际业务的变化来看。这3条原则，不管是分析传统消费企业，还是当下的 AI 科技公司，都具备很强的参考价值。我们再把所有线索重新串联一遍，从巴菲特手握巨额现金，逆势重仓谷歌这个反常行为切入，拆解了经典的收费站投资逻辑，再结合可口可乐的历史案例，讲清了用户习惯构筑壁垒的核心逻辑。之后我们逐层拆解谷歌搜索、安卓、YouTube 3大生态板块，看清了它多层流量收费站的完整架构。接着直面市场最担忧的 AI 冲击问题，结合零点击搜索的真实数据，论证了 AI 不是危机，而是谷歌商业模式的升级。再通过营收、自由现金流、市盈率等财务数据，证明谷歌如今处于估值洼地，市场的负面情绪造成了定价偏差。最后我们区分了 AI 概念股与基础设施股，梳理了避坑思路与通用观察原则。整条逻辑走下来，结论已经非常清晰，谷歌从来没有被 AI 时代淘汰，反而借助新技术让自身的商业壁垒变得更加厚实。AI 的到来对它而言是升级而非威胁。如果你认同这种依托数据和商业逻辑解读市场的方式，愿意长期跟踪科技巨头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发展，欢迎订阅频道。我们不追逐短期热点，只持续深挖产业背后的底层规律，帮你建立更理性的观察视角。你认为 AI 对于谷歌这类掌握核心流量入口的传统科技巨头，究竟是颠覆整个行业的危机，还是助力原有业务持续升级的机遇？也可以说说，在你看来，当下 AI 赛道里哪些类型的企业能够打造出长期的竞争壁垒？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看法。AI 作为新一轮全球性的技术变革，必然会重塑整个互联网行业的生态格局，但重塑并不等同于彻底推翻老牌龙头。深耕行业数十年的头部企业，拥有海量用户、成熟生态、充沛现金流，这些积累都会成为他们承接新技术、转化新技术的优势。资本市场的短期情绪总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假象，热门概念被无限放大，传统龙头被刻意看空，这都是市场运行的常态。面对纷繁复杂的行业消息和市场观点，不必急于做出判断，沉下心去拆解商业模式，核对真实的财务数据，判断企业壁垒的强弱。
才能一步步靠近真相，做出相对理性的选择。以上所有内容都仅用于知识分享与个人逻辑观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始终存在各类不确定性，宏观环境、行业竞争、技术迭代都可能带来风险。每个人的资金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周期都各不相同。做出任何投资决策前，一定要结合自身情况完成独立研究与判断，